屏幕左边是我国体操运动员在平衡木项目中夺冠的画面，而右边是一个身材姣好、长相清秀的网络主播对着镜头跳舞。看似不太相关的两个场景，其实是同一个人，他叫吴柳芳。给还不太熟悉他的小伙伴简单介绍一下，吴柳芳是一位前中国女子体操队队员，出生于1994年，4岁开始练习体操，2008年首次进入国家队，职业生涯共获得15块金牌、16块银牌。2012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及奥运选拔赛中，他在平衡木决赛时不慎失手，肩膀和脖子受伤，最终于2013年年底退役。很多人觉得拿过这么多奖，退役后的待遇应该不成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前世界女子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留在体工队食堂打杂，后来自谋生路，摆过摊、搬过砖，最后在澡堂里当搓澡工时被粉丝认出来才受到关注。有着类似经历的还有退役国家女子马拉松运动员艾冬梅，她在职业生涯期间拿下了19块奖牌，然而因为训练导致双足畸形，让她在退役后几乎无法承担任何工作，只能带着幼小的孩子摆摊卖菜。最后实在生活不下去，只能选择低价去出售自己辛苦得来的奖牌，金牌1000，银牌500，铜牌100。她的青春就是如此的廉价。邹春兰和艾冬梅退役时，吴柳芳还没有出生，可到了吴柳芳退役时，情况并没有太多改善。退役之后，国家倒也没有亏待这位顶级运动员，但吴柳芳终究是没有拿到她从4岁起就期待的奥运冠军。那10几块世界级冠军奖牌也不能为她今后的人生铺平道路。她被安排到北京体育大学读本科，毕业后当了2年老师，后来还被老板拖欠工资。被老板拖欠工资的这段日子，她每周还去一个公益机构帮助特殊儿童做康复训练，这里的学生80%为自闭症儿童，另外有20%为唐氏综合症儿童或其他特殊儿童。杭州亚运会期间的宣传歌曲《我们在一起》就是由吴柳芳领着这群特殊儿童排练的。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员，他应该比在座的你我都要懂得什么是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在退役后也努力尝试过去过上安稳的生活，但鸟儿并不是只要扇动翅膀就能飞起来的，如果没有风，无论鸟儿有多努力都无法抵达树梢。上面这些故事我花了3分钟就介绍完了，可吴柳芳走过这3分钟却花了整整30年。这些故事本来没有什么人知晓，直到他的队友正牌奥运体操冠军管晨晨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吴柳芳挂着体操队的身份跳舞，有损体操队身份，吴柳芳的故事才开始被大家所熟悉。也难怪网友们调侃，怎么还有人的历史越扒越干净呢？吴柳芳直播跳舞事件刚开始发酵时，很多人不理解为何他会这么做，殊不知他们在键盘上轻轻地敲下找一份正常的工作很难吗？这几个字对他的重量，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挣钱似乎没有什么不妥。根据目前的补贴政策，国际级运动健将退役后每年补贴1万元，国家级运动健将8000，国家1级运动员每年6000，未达到1级标准的每年5000。吴柳芳作为国家级运动健将，他每年仅有8000元补助，除了这点微薄的收入，再无其他稳定的来源。反观管晨晨，作为奥运冠军被保送到浙江大学去深造，哪怕是退役了，依然人气火爆，无数广告代言拿钱拿到手软，年纪轻轻就名利双收。所以当人们再回过头来看管晨晨和吴柳芳的骂战时，支持吴柳芳的人变得越来越多。是管晨晨奥运夺金一将功成万骨枯，吴柳芳作为万骨中的一员，自食其力赚钱，却被何不食肉糜的管晨晨教育了一顿。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介绍这件事儿，那似乎这个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我应该编几条口号来支持吴柳芳，然后顺便对运动员没有保障这件事儿阴阳怪气几下。不过我不想回避掉这件事儿最尖锐的那个问题，吴柳芳她跳的舞算是擦边吗？如果算，我们应该支持这种擦边行为吗？我们得把这2个问题分开来回答，因为支持吴柳芳的人现在很多，但并不能认为支持吴柳芳就等同于支持擦边。加上我们去街上采访路人，询问是否支持擦边，我猜大部分人都会出于各种原因给出否定回答。我们支持吴柳芳，大多可能是出于下面2个原因。一方面，吴柳芳这种励志的故事正好满足我们心目中小人物逆袭的形象，曾经为国效力，退役后因为没有保障，尝尽人间冷暖，依然靠自己努力活着。另一方面，管晨晨这样的体制派刚好又可以作为情绪的发泄口，一个拥有无数光环和资源且高高在上的上位者对普通草根无限的羞辱，这简直就是当代版的勇者斗恶龙的故事。这2个原因很显然都和吴柳芳擦边关系不大，并且如果只是出于这2个原因，这件事的影响也远远不会如此广泛。最终引爆吴柳芳这个话题的，还是因为她就是擦边了。至于擦边主播吴柳芳是不是还应该被支持，我们先暂时将问题搁置。我给大家看看另外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吴柳芳事件之外，也有几位运动员也因此被卷入擦边争议。一个是前国家击剑运动员秦雪，他在自己账号下发布了多条穿着清凉、展现身材的视频和照片，
支持和质疑的评论基本是五五开。秦雪对自己回应颇为直接：我不想火，只想赚点钱。我有个3岁半的女儿，想挣钱养娃。与此同时，游泳名将刘湘晒泳装照，也被网友指责擦边。刘湘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回应：游泳不穿泳衣，难道穿棉裤羽绒服吗？既然泳装是正当的穿着，何必给穿泳装的人污名化呢？另外一个例子是来自美国体操界一个叫奥利维亚·邓恩的运动员，他的成绩非常普通，在各种体操比赛中连预选赛都过不了，但是在 TikTok 上却拥有800万粉丝，甚至他的名字也登上了《纽约时报》。只不过登报的原因和他拥有众多粉丝的原因一样，擦边。他可以说是体操界最会擦边的运动员了。靠着擦边，他2024年的收入已经高达1000万美金。可以看到，女运动员拍擦边视频其实绝非个例，也不是我们一地的特色，更不是最近突然冒头的。擦边的生意经早就已经在各种 MCN 机构的多年经营下体系化，各行各业都不断有新人加入。其实要不是管晨晨帮吴柳芳带了热度，吴柳芳大概率明年还得换个新工作，因为擦边这条赛道已经挤满了人，多到无法想象。大量的 MCN 机构每天就是以兼职的名义发布大量招聘广告，建几十个群，然后通过精心设计的话术引导别人去擦边。机构不会明确要求你什么，但如果2-3个月之内账号没有起色，立马卷铺盖走人。擦边作为一个成熟的产业链，一方面给了一部分可以靠脸吃饭的人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大量擦边小视频的出现又在诱导着更多人加入这条赛道。在讨论吴柳芳以及类似擦边的事情时，很多人提到向下的自由是不是真正的自由，而另外一些人用别人不犯法爱干嘛干嘛来反驳。这两种说法看起来对立，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谈论的自由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一些女性在谈论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时，她们不是指像出门不化妆、穿不穿 bra 这样的日常选择，她们讨论的向下指的是在社会权力等级中的下降，而自由是指影响所有女性的自由。比如，有人认为从事性工作是个人选择的自由，但历史和现实表明，这些选择往往导致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受到更多的压迫和剥削。同样的，成为家庭主妇的选择也被一些人看作是向下的自由，并不是说女性不应该有选择成为家庭主妇的权利，而是说一旦选择了这条路，在当前的生活体系下，家庭主妇的角色通常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可能导致所有女性在离婚、重返职场等方面遇到困难。所以，我们分清楚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这两个层次后，就能更好地理解吴柳芳的擦边行为。从个人权利的角度看，他选择做什么是他的自由，无论是因为经济压力还是其他原因，都是他个人的决定。但问题在于，擦边这种行为会不会对整个女性群体带来不好的影响？毕竟擦边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它和普通职业不太一样，因为它靠对男性发出暗示信号来获利。在一个男性凝视很严重的社会，这种行为可能会让男性产生误解，比如认为所有类似动作的女性都在向他们发出暗示。这样的误解会让女性整体的处境更糟，减少女性群体的自由。因此，擦边是一种带有实质性向下的行为。不只是擦边，之前还有各种类似的新闻，比如本科生毕业后选择做保洁，985哲学硕博生卖烤肠，985女硕士大厂辞职去花店当学徒，等等，还有很多。这些人都是在做出个人选择的同时，伤害了集体的选择。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吴柳芳，擦边这种行为对于女性群体来说并不值得鼓励，最好避免。但最终能做出是不是要去擦边这个选择的权利，仍然属于个人。我们作为观众，作为第三方，支不支持都很难对结果造成影响。而且不管吴柳芳在以这种方式出名后是不是有过退役，这世界上都没有卖后悔药的，他都已经回不去了。最后还想聊一个很小的点，我看到有人说你支持吴柳芳，那你会支持自己的女儿去跳那种舞吗？我在这儿引用一下复旦大学严峰教授的观点，给大家读一下。这是把选择的权利与个人偏好混为一谈。我支持的是每个人都有在合法法律的前提下自主选择不同工作的权利。我个人并不喜欢看那种舞蹈，更不认为大家都应该去跳同一种舞蹈。如果我有女儿的话，作为家长，我的责任是帮她建立自信和判断力，而不是代替她选择人生。等她成人后，如果基于自己的喜好和审慎的选择，决定跳某一种类型的舞蹈，我会尊重她的选择。这世上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不给他人选择的余地。